嗨，大家好，我是文心医师。你知道吗？女生减肥比男生难，不是错觉哦，是科学事实。今天这支影片就要告诉你，为什么女生这么难受。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的话，你只要遇到挫折啊、卡关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颓废，然后就放弃。所以要告诉你原因以外，还要教你怎么做才能真的健康变瘦，瘦很久哦。你是不是常这样？明明朋友就说你很瘦啦，可是你拍照的时候还是要忍不住秀一下手臂啊、腰线啊，觉得自己还不够瘦。来，你猜猜看哦，100个女生里面满意自己身材的会有几个呢？答案竟然只有17个哎！2022年一个研究发现啊，女生对自己体型的不满意度明显较男生高很多。明明我们的 BMI 体脂都已经非常正常了，但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反观男生啊，他们对自己的体型比较中立的看法啦，甚至明明肥胖率在台湾来讲是比女生更高的，但就会觉得说还好吧，也没有这么胖啊这样子。那为什么女生对于自己就是特别严格呢？难道我们的大脑真的差这么多吗？让我们来看看 COVID 调查局的街访说什么。有女生想要减肥的比例比较多，用 BMI 来讲，应该是已经在上限边缘了，应该还不算胖，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很胖。国中朋友，就他因为太胖有点瘦，但他一样不会管那些。但是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因为被靠背过，她就一直在减肥，就是蛮两极化的。我觉得因为这个社会对女生身材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刻板印象、严苛的标准，所以像我周围，我觉得蛮多女生就是其实身材苗条，但她们可能会想要减到像明星那样子。男生大部分都增肌吧，我没有看过男生减肥。我觉得女生比较偏懒啊，我认识的女生啊，就是她说她会那个吃晚餐前量体重，然后只要不符合她的标准0点几公斤，她就不吃晚餐了。我觉得通常太过焦虑的话，反而其实会吃更多。就是他们没有男生毅力那么好，减第1天之后就会休个3-4天这样。我觉得相对应该会比较容易，因为女生好像就是脂肪就比较会偏高，要运动的话，可能就是要比男生多1倍的努力才会比较有好一点的成效这样子。应该吧，因为好像女生就是脂肪比较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男生可能稍微容易一点。男生食量通常相对会比较大，好像就会比较难受吗？男生食量相对比较大，就会比较难受吗？不是哦，是因为他每天都吃很多，他可能随便吃2500大卡、3000大卡，所以他只要稍微少吃一点，那个热量赤字造成的差异就出来了。可是我认识的很多女生，包括我的病人，他们可能都已经吃很少了，大概就是吃个什么1500大卡。那你已经在吃的少的状况下，你还要再更瘦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吃的非常少。那这样当然你的体重下降的幅度就看起来不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她其实不知道自己的减肥的卡关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我们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超不公平的起跑点上面，因为我们女生天生好像就有一种瘦身防御机制一样，这其实是很合理的，因为从演化上来讲啊，我们女生天生就是要做什么？孕育下一代，所以呢，我们女生天生就在这个粮食不足的状况下面比较具备生存优势，但同时也是减肥的劣势。举例啊，像我们的必需脂肪就是我们人体为了存活需要的最低脂肪标准，叫做 essential fat。男生的话大概就是3到5% 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女生大概会需要10到14%。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什么？男女性在这样子的生存压力下面，使用燃料是会不一样的哦。男生比较会积极的使用糖分，为什么？因为糖分是我们肌肉的一个能源嘛。那男生有这些糖分，他可以出去打猎啊，去找食物啊，而且在这个状况下面，他们自己不会特别的饥饿哦，就可以把获取的食物分给族群里面的女性还有幼儿。那另外一边，我们女性要怎么样？倾向保留糖分，除了供应我们自己原本的生理需求以外，也要因应每个月都有可能会遇到的受精啊，还有怀孕啊，所以反而会优先以脂肪作为能源供应。那你听到这边你就觉得女生优先供应脂肪，应该会比较容易减肥啊。
但是这是因为在过度空腹，身体已经有点紧绷的状况之下了。如果你不但空腹，没有足够营养摄入，再加上因为你想减肥，你一直去运动，哇，那我们女性的身体就会警铃大响了。所以国外呢，有一位主张女性不是缩小男性的一个运动生理学家 Dr. Stacy Sims， 他就有提到，我们女生的下视丘对于这种能量的短缺非常敏感。如果我们过度的追求和男生一样的减脂策略，过于激进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压力荷尔蒙上升，更容易提高我们的饥饿感，分解肌肉拿来当做能量，下调甲状腺，下调代谢，还会扰乱我们的性荷尔蒙。你想要瘦，结果得到的是什么？又饿又没有力气，掉发，月经乱掉，停经，最重要的是还瘦不下来。除了生理的这些困难以外啊，我们在减重的饮食策略上面，也会因为我们女生的一些行为，还有过去的思考模式，会跟男生有点不一样。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研究显示啊，在低碳饮食下，女生减的比男生竟然还要差那就表示我们女生不适合低碳饮食减肥吗？可是意大利的一位女性学者 Dr. Lucia Aronica 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女性受试者可以确实吃到低碳饮食下面要求的那个高脂肪的话，反而可以减得比较好。那很可以理解，我们女生从小到大为了减肥，一直被教导是什么？脂肪就会变成肥肉，所以就不太敢吃得很油啊。当你今天要低碳，可是你又不敢吃油脂的时候，可能反而会有坏处发生的。像我自己的临床个案，在诊所里面，针对女性的饮食去做分析，我们也发现相较于中碳低脂的饮食策略，如果我们是在低碳下，可是蛋白质和油脂都摄取足够，尤其油脂摄取达到 35% 以上的女生，增肌减脂的效果是更好的。那这个结果也呼应了我们前段的论述，女性身体对于能源短缺十分的敏感。如果热量、碳水已经不足，再加上油脂也不够，身体就会更倾向节能博士，过度的保留脂肪。那心理上来讲减肥的动机其实也会影响减肥的成效的。研究有发现高达50%的女性减肥是为了自我的价值感、自尊心，认为自己只要更瘦就会更符合社会的期待，所以瘦还要更瘦，觉得更瘦会更好。可是男生想要减重的动机，大多数是为了健康，想要改善三高还有疾病风险。像这种以健康导向的减肥动机，不是基于负面的自我厌恶，是积极的进步，能让人从根本来去改善生活习惯。确实在研究上也发现，以健康为主的这种减肥动机能大幅的下降减重后复胖的比例，当然可以越瘦越好，更能持久。可是我们女生这种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减脂心态，再加上从小到大一直被灌输女生就是要瘦，反复尝试各种不正确的减肥法，导致我们体重上上下下的，连带还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组成还有代谢。所以过去的文献也告诉我们，体重反复上下的人，我们的静态代谢率会变得更低，而且每次都瘦到太多的肌肉，胖回去却是胖脂肪，那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体组成越来越差，当然就很难减肥，也很容易复胖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女生自己也要想想，到底要多瘦才会满意啊？那我们心里想的这个数字，真的值得我们这么辛苦吗？一定要某个体重，我才有资格觉得自己漂亮，才能去享受幸福吗？好啦，话又说回来了，难道女生就不能好好减肥吗？不是的啦，这一集是要告诉你我们要了解自己，毕竟不同的人生阶段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了解我们女生天生荷尔蒙的影响，针对性的去做改善。我先告诉你好了，我们女生其实真的很辛苦因为有3个人生阶段很大幅度的荷尔蒙变化，而这3个阶段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阻抗上升。第一个是青春期青春期还有再加上雌激素所以我们不但会变胖，而且屁股跟大腿会变得很明显。再来就是怀孕期，所以很多女生在怀孕的时候会有妊娠血糖的问题，这就是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那不过青春期跟怀孕期都会过去啦，
还有一个更年期，最后的大魔王。在胰岛素上升的时候，我们脂肪倾向囤积，不容易分解，尤其更年期的肥胖非常的困难。我们在之前的题目已经讲过了，大家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不过呢，在青春期到真正的停经中间，大概有30-40年左右的时间，每个月都还有高低起伏的荷尔蒙大幅波动哦。所以我们女生的重点就是，虽然想减肥，但是不要让身体觉得有生存压力。没有压力的减肥，就是不要和你的荷尔蒙对杠，而是顺着毛摸 ，go with the flow。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解析月经的每一个周期，以及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首先，月经周期的第1天就是月经来潮的第1天。那这时候有些人就会出血量很大啊，贫血啊，很虚弱啊，所以就是好好休息就好了。有些人可能1-2天就好了，有些人可能需要3到5天的时间。慢慢的，当我们的雌激素开始往上走，身体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滤泡期了。滤泡期你可以说是减重减脂的黄金期，也是我们的荷尔蒙让我们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了。因为这时候美好的雌激素上升，我们肌肉比较容易合成，比较耐饿，还比较容易燃烧脂肪，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适合积极的减脂，甚至去突破你之前的停滞期。我们可以在蛋白质已经吃得足够的前提下，适度的压低碳水，甚至你要压到50克以下的碳水都可以。但记得我们前面研究说的吗？一定要提高油脂哦。有文献发现啊，吃油脂其实蛮好的，只要脂肪的种类搭配的适当，包括1/3的饱和脂肪、1/3的单元不饱和脂肪、1/3的多元不饱和脂肪，反而可以让我们的体脂降低，肌肉比例提升，身体的发炎反应下降，心血管的健康指标也变好哦。那这个滤泡期啊，如果你平常已经是有断食的女生，这时候可以积极的延长空腹的时间，或是你想要在营养充足的状况下来去挑战36、48甚至72小时的断食，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推进。至于没有断食过的女生，如果你想要开始try看断食，也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开始哦。那至于运动的部分，就非常适合高强度间歇或是大重量训练，因为雌激素的帮助，我们合成肌肉的效果是更好的。那过去研究就有发现哦，同样的一个运动计划，放在滤泡期的时候，增肌的效果更是明显。所以最有效的减重方法，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节奏灵活调整。点一下右上方按钮，领取月经周期瘦身攻略，掌握每个阶段该吃什么、怎么动，更有效率哦。好，滤泡期过后就会有一颗卵被排出来，那就是排卵期了。通常是在月经的中间，大概1到3天左右的时间。排卵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等待受精和怀孕。这时候黄体素就上场了，称作是黄体期。那黄体期由黄体素主导，为了受精和怀孕做准备，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糖分来支持子宫内膜，而这时候身体也会产生比较高的胰岛素阻抗，就是让我们的血糖比较提高一点。我自己亲身经验就是带那个连续血糖监测器啊，在黄体期的时候血糖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控制，而且发炎指数也会比较高，像是我们诊所有时候在验的 CRP， 如果在这时候抽血的话，也会比较有可能出现红字，而这个状况在月经前1周是最明显的。那当然，因为身体准备怀孕嘛，所以更容易被压力影响哦。如果你的压力太大，晚睡都会影响黄体的生成，那身体处于很紧绷的状态。如果这时候你还过度 push 这种减脂的策略，反而会是反效果。所以我建议在饮食上，第一个还是要注意优质的蛋白质，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雌激素没有像第一个阶段那么高，肌肉比较不容易合成，那蛋白质的讯号对肌肉非常的重要。再来，碳水的部分在这个时候可以增加一些弹性，多吃一点，尤其是富含纤维的好碳水，也会对于我们的血清素有帮助，心情会比较稳定。那很多人会发现月经来的前7天，我们会非常渴望食物啊、糖分啊，甚至是巧克力，那也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基础代谢在这时候差不多就是会上升200大卡左右，是不是就是一份点心嘛？那只是你记得啊，你多吃碳水又多吃了一点点心，脂肪的比例就要稍微下调一点咯。最后，我们的身体在这时候会觉得比较累，有点懒懒的，黄体素主导会让我们增肌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那不表示你不可以或是不用运动，我们只是不要在这时候追求那种最佳最强的运动表现，只要保持我们基本的运动强度就可以了，像是瑜伽啦、皮拉提斯啊、低强度的有氧啊，甚至去爬山啊、散步，这些都可以。那至于断食呢，我不建议你这时候做太积极的断食，尤其不建议在断食下空腹运动，因为我们的下视丘会很紧张嘛，没有能源进来还去消耗，压力一大就很难继续减下去了。所以啊，我们各位女生哦，生理期前体重卡住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你放宽心，吃好、睡好，适度品尝的甜食，不要太逼自己。月经来了以后啊，就会发现体重又嘟嘟的掉下去咯。最后我再给我们女生几个提醒哦，切记切记，就是这个压力的关系哦。所以第一个，压力越大的时候，越不要硬是做断食，受得了一时，受不了一世啊。你可能会发现哦，我断食个几天一下下，好像真的有瘦一下下，但是马上又回来了。第二个，营养不足的状况下，也不要随意做断食。第三个，我们女生做任何断食的时候，一定要渐进式。其实断食这个东西啊，从1212开始，也就是空腹12小时，12小时的窗口进食，对身体已经有好处了。那1410也是蛮刚好的。如果你是已经习惯168的女生，那也没有关系。只是啊，如果你发现你月经前一周真的很饿很想吃，你也不要太担心会破坏你168的断食效果而不敢去多吃那一餐，其实完全是可以的。第四个，如果你要断食的话，我建议你跟着我们的日夜节律来去选择断食的窗口，就像我们顺着自己的女性荷尔蒙一样，我们也可以顺着24小时的生理周期来吃。早上多吃一点，因为早上需要能量嘛。晚上断食或是晚上轻食，少吃一点。第五个，有规律运动习惯的女生哦，除非你觉得空腹运动非常的舒服，否则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不建议为了减肥而时常空腹运动，反而太常空腹运动，营养又不足的状况下，下视丘停经或是提早进入更年期的风险是有的哦。总之，我觉得听完这些以后啊，女生们聆听自己身体的需要非常的重要。虽然听起来很抽象啦，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应该要试着更接受自己，允许我们有这些荷尔蒙的影响。其实接受这2个字不代表不进步，而是我们放下抵抗，放下内耗，就不会因为减脂的速度慢，或是停滞，或是比不上你的男性友人而感到挫折。如果我们转而把精力放在对的地方，这样子我们就能瘦得更美、更健康、更长久咯。好，看完今天的影片，试试这些方法吧。记得订阅、分享给你身边的姐妹们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